将军，既然前线已经大获全胜，林州那边他们2人还与恶人相缠，我想尽快处理完军中的事务，赶回林州，助他们一臂之力。舅舅舅妈，你们真是悬壶济世，行侠仗义，有点那个侠者风范啊！什么侠不侠的，我们俩就是爱管闲事罢了。正好，今晚我在军营设宴，一来为军队大捷，二来也为二老接风。来，干！干！这边，军医，快来这里！哎，来了！来，这样，用双手用力摁住。好，李军医，去那边。快点，来这边。程军医，那边几个伤员伤口都已经发炎了，你赶紧看看。好，赶紧用这些纱布把他们的伤口处理一下。干娘，药粉快磨好了吗？啊，马上就好。公主，今天的第1位是文状元，吏部侍郎，文采非凡呐。这第2个是武状元，叫刘大力，体魄强健，力大无比呀。还有这第3位，吴大学士，山西太原人。这些我通通不喜欢，都拿走。哎呦，公主，这都是第3回了。皇后说，再挑不出好的就怎么着？1，我不招考；2，我又不买牛；3，我不喜欢吃醋。这些一看就惹人烦。公主息怒，公主息怒！你还说，你气死我了！都先下去吧。公主，您消消气儿。皇后娘娘驾到！儿臣拜见母后。公主，这是怎么了？快起来！谢母后。母后，那些画像里的男人，我一个都不想嫁。女儿就想留在母后身边，一直伺候您一辈子。净说胡话！这女大当婚，哪有不嫁的道理？我听说，你这是挑了一个又一个，挑了20多个，是不是眼挑花了？母后，女儿为了您也愿意嫁，但是我就是很讨厌那些装模作样、做梦都想当驸马的男人，非得是我自己看得上，我才愿意嫁。这选驸马可是件大事，为母看准了就行。不行，那可是女儿一辈子的幸福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女儿只好逃婚了。你喜报！喜报！喜报！皇后娘娘，喜报！袁大将军与番邦4战4捷，皇上龙心大悦，请皇后娘娘去养心殿共饮。这个袁不屈还真有一番作为，若他成为驸马，定能配上我儿。试试。嘿，就一个，我教你。报！将军，传旨公公到了。知道了，这就回去。是。去就回。
边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将军原部区御敌有功，特敕封为定北侯，并赐婚，与昌平公主永结连理，钦此。袁将军，袁将军，接旨啊！公公，这旨我实在接不得。啊，这月前我刚娶了新夫人，我与夫人伉俪情深，绝不负她。还请公公回宫，向皇上说明我的隐情。哎呀，将军，你何出此言呢？那咱家不过是个传旨的。哦，这道圣旨可是皇上与皇后娘娘亲传的旨意。若是将军执意不接，那便是抗旨啊！将军难道想要受责罚不成？再说了，身为男儿，这三妻四妾原本就是寻常之事。若是将军实在舍不得那位新夫人，大可以让她转作您的小妾呀。如此一来，就能够与当朝公主共侍一夫。这可是他几辈子都难修来的福气呀！将军，还是快接旨吧。我怎可让夫人委身臣妾？袁不去做不到。哎呦，袁将军，抗旨不遵，可是杀头的大罪过，弄不好还会连坐家门，被诛灭九族的。哦，将军难道就不为这些伴你出生入死的将士们着想啊？若是将军您现在倒了，那这些将士定会被责令发配到旁系军籍，将军你于心何忍呐？大哥，为了兄弟们，咱们从长计议吧。袁将军，三思啊！臣接旨。子任，我来。子任，你今天怎么心事重重的？那皇上的圣旨到底说了什么呀？说我御敌有功，所以敕封我为定北侯。那这不是大喜事吗？应该高兴才是啊。冰燕，位尊权大，未必是一件好事。有时候权威越大，反而会被权威所累。原来你是在想这个啊。其实呢，你这个定北侯，只要一心为民，忠心报国，就不会被权威所累。你说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来，恭喜将军，荣升定北侯。
宦海沉浮，吉凶难料啊。平日里你倒是个豁达之人，怎么今日这么多愁善感了？冰燕，自小我就是个福薄缘浅之人，我怕享了过多的福之后，会蒙受不断的灾害。加官进爵，实在令我诚惶诚恐啊！怎么了？那皇上的圣旨上，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事？没有。虽说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但是你没有必要想的那么多。从今往后，不管你去到哪里，我都誓死不相离。我不要什么荣华富贵，我只要你和我能够岁岁平安，相伴百年。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，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声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顶。花瓣飘零，是你满天深情。夜雨无声人有情。子然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冰燕，我现在有点累了，我还先去休息一会儿。那我扶你回去休息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哎，评委，嫂子，我还得去巡逻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将军已经把圣旨上的事都告诉我了。啊？他跟你说了？嗯。他特地嘱咐我，让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嫂子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皇帝招他当驸马的事儿，他自己也是不情愿的。嫂子。袁不缺，你竟敢抗旨不遵，无视圣上，无视公主！我今日就送你二人一同去见阎王爷！呀！
圣旨上的事情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我袁不去此生难道注定要孤独终老吗？前2位夫人不幸离世，我好不容易在边城与你结为连理，却又降下这等无端的灾祸。不行，我宁可辞官回家，也绝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，更不会让你委身臣妾。子然，你不必辞官回乡，你还是应该去当你的定北侯。功名利禄什么的，我根本就不在乎，我也不会为了定北侯这种虚名委屈了你。可是违抗圣旨是大罪，我们要让皇上自己收回成命才是。你要把我送回扬州。送回扬州？你是有什么计策吗？要你把我送回扬州，只是我计策中的一环。此事只能你知我知，还有干爹干娘知。这是何意？要你把我送回扬州，这是第1步棋。要干爹干娘暂不回林州，这是第2步棋。至于这第3步棋嘛，那可就要看袁大将军你自己的啦。不是，你仔细跟我说说。那你呀，就好好听着。子然，好事多磨，我们且再磨上一磨。真是辛苦你奔波了。我又不是去天涯海角，你我2人只是暂别。我原不去今生有福，能娶到你这样一位蕙质兰心、有起死回生妙计的。能不能柳暗花明，现在还很难说。凡事你多跟干爹商量。好，你放心。那我走了。我走了。好。奶奶，哎呀，你们2个终于肯回来了，来让我看看。脸色好了许多，身体也强壮了不少，好啊！奶奶，那山林别院山清水秀，空气沁人心脾。这回孙儿病已经好了大半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让我看看冰雁。瘦了不少，哎呦，我都心疼你了。正好奶奶呀炖了血燕，给你们补补身子。来人呐，把血燕端上来！快坐，别站着，坐，快坐。奶奶，哎，坐，都坐下。我说天磊啊，你这气色看起来的确好了很多呀。快，祖母您瞧瞧，天磊似乎
黑了一点啊。你这么一说呀，还真是有点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定是三少奶奶性格活泼，待不了这方寸的庭院，于是带着天磊到有趣的地方玩去了。弟妹啊，你不妨说说，带天磊去什么地方玩了，让我们大家伙儿也都乐呵乐呵。这好玩的地方呀，在哪儿？那是一个都没去。日日待在房中？也不是。奶奶，我和天磊为您抄了佛经呢，想写。真是两个有孝心的好孩子，感谢佛祖保佑我的孙子病情好转。奶奶，其实这誊抄佛经为您祈福之事，也是受了高人指点。哦，什么高人？这位高人是一个心怀慈悲、德高望重的师太。这位师太是师父早年间游历江湖，机缘巧合碰见的。谈吐间，师父了解到这位师太佛法高深。之后，师父为我治病时，便将这位师太所讲解的佛经誊抄给我，让我潜心参悟。没成想，我的病竟好了大半。善缘，这就是善缘。这位师太云游四方，讲经论佛，可遇不可求啊。但师父写信跟我说，这位师太近日要来咱们林州云游。我心一想，奶奶一心向佛，若是能将这位师太请到咱们祈福，为大家讲讲佛经，对咱们祈福而言，简直就是好事一桩。所以便拜托师父，请这位师太来咱们府上。奶奶意下如何？当然好啊！奶奶我这大半辈子行善积德，为的就是求佛祖保佑我们齐家，保佑你们。要是能和这位师太结缘，那就是我们的福报啊！奶奶说的是。天磊啊，你不妨告诉表哥，这位师太现在身在何处？表哥马上派人去把她请过来。表哥，这位师太乃是得道高人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也弄不清楚她的行踪啊。师父反正下了拜帖，人家要来，自己便会来，就不劳表哥费心了。好，甚好。我出家之前曾有一子，那日我儿感风寒，在一家药铺抓药喝下，可怎知那恶人为了夺取那家药铺，竟在我儿喝的药里下毒，害我儿惨死。那恶人又利用我儿的死，诬陷那家药铺，说是抓错了药，害死了人命。一时间，我们家和那药铺商户都是家破人亡。可那恶人现在还逍遥法外，甚至他要置我于死地。怎么师太这往事听起来好耳熟啊？奶奶，你可还记得之前带您见过一个叫做寂静堂的少年，向您状告的江州惨案？陆玄师傅，你刚才说害死你全家的那个恶人姓甚名谁，何方人士？
太中毒了。是你沏的茶，你想害师太。三少奶奶冤枉啊！这茶是老太君的，方才也是在这儿沏的茶，大家喝了都没事，怎么只有他中毒了？谁知道你有什么招数？罢了罢了，若是不信的话，我喝了便是。瞧瞧，我也没中毒啊。天雷啊，这茶有没有毒，谁也说不准。或许是在别处中的，只是来到齐府，突然发作了而已。不对呀，外祖母，或许是我们生意上的死对头做的，想嫁祸给我们齐家，然后趁机抢夺我们的生意啊！有这种可能，生意场上尔虞我诈。哎呀，不提这个了，师太要紧，快请郎中，赶紧送师太回界上西院，快！老太君，我也去吧。去。如何？幸好有师父留给我的保命丹药，已经暂时压制住了师太体内的毒性，保住了性命。不过，师太的嗓子怕是已经被毒哑了。就差1天，这下可怎么办？师太说不出话，也不会写字，那满肚子的冤屈不就无法申诉了吗？敬堂兄弟，你们来齐府的路上是否遇到过什么蹊跷之事？没有啊，我们是坐马车来的，一路上都平安无事。你再仔细想想看呢。哦，对了，倒是有一件无关紧要的事。当时师太正要上马车，突然有一个小乞丐跑了出来，一直抓着师太的手不放。师太，可怜我吧，给我2个铜板吧。我看他可怜，就给了他2块铜板。后来师太上了马车之后，一时觉得手臂奇痒，一直抓挠，手都抓红了。这毒竟然是小乞丐下的，难怪柯世昭有恃无恐，正堂端坐。原来早就在师太来的路上下了毒，还可以在奶奶面前撇清嫌疑。是我们大意了，实在是太恶毒了，杀死了师太的儿子，现在又想毒害师太。为奸之计，就只能等着师父回来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解掉师太的毒。但若是柯世昭知道师太中毒未死，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得想个办法骗过他才行。先生，就不能再试试吗？姑娘，师太都已经断气了，这即便是华佗在世，他也不能起死回生啊！我看还是抓紧准备后事吧。先生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师太，你怎么就这么死了呀？哎呀，死了！来人啊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小姐，来人呐！来人！来了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师太，
师太七窍流血，死了。三少奶奶，三少爷，这还是找人赶紧抬下去吧，留在咱们府里多晦气啊！小巧，要不此事就交给你来做。啊不，三少爷，这种事我也没干过呀，你还是找别人吧。老太君那边还要我伺候，我先退下了。太可怕了，太吓人了。小乔，如何了？确定断气了，这下你别放心了。你确定吗？我这双手亲自弹的，那老尼姑七窍流血，可吓人了，确实断气了。小乔，没事啊，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老太君，喝点茶吧。师太的后事如何了？回老太君，三少爷买了顶好的棺木，已经将师太送出去了，说是要在城外的庙里停棺3日，请高僧来做3天法事，之后就入土安葬了。老太君，您便放心吧。唉，话虽这么说，可师太毕竟是在我齐府身亡的，叫我怎么能够放宽心？小乔啊，你去忙吧。今天我要为师太念经祈福。是。这三少爷和三少奶奶，当真是十分难缠呀。前几日，关师傅传来消息，他将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江州的所有事情，全部1五1十地汇报给了我。我们这三少爷和三少奶奶的确是有些本事啊，差点将江州最大的赌场收入囊中了。可从没听说过咱们三少爷会赌啊。我看8成啊是那三少奶奶的鬼主意。哎呀，我早就提醒过你了，这三少奶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看似心直口快，其实呀一肚子弯弯绕绕，和那三少爷在那寄畅心院住着，整天也不知道在谋划什么呢。没想到啊，一个冲喜，竟然给齐天磊冲出一个帮手来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剔除掉这个帮手。你想怎么做？你觉得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他们2个关系如何？那还用说吗？小夫妻俩蜜里调油似的，感情好得不得了。蜜里调油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够好到几时。这天下的夫妻，有几个能够一直你侬我侬的？你的意思是要离间他们？没错。可人家新婚燕尔，感情好着呢。我知道一人，若是此人来到齐府，定可成事。我们只需要推波助澜，在暗中秘密替他谋划，而我们便可坐收这渔翁之利了。是谁呀？